凤隐归来即半神，震惊三界。然而天帝凤渊却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：1000年前凤隐降世的时候，还不是半神修为，而重生之后，不仅直接晋升半神修为，傲视凤族，更是连雷劫都没力，五彩霞光直冲仙界。从阿音的经历来看，凤隐晋升似乎是和化神丹有关。实际上，凤隐已经回答了，没有雷劫跟化神丹无关。化神丹可以帮助仙族快速晋神，原是古晋为阿音炼的，但是阿音服用后，却只是突破到下军修为，因此阿音也没有经历过半神的雷劫。至于华书动用的私刑跟半神的雷劫是不一样的，所以那个不算。阿音本就是凤隐的一分仙元所化，只有他死了，凤隐才能复生，等于说阿音从一出生就面临着死亡的命运。这不，来到这世间不过4年的光景，就在古晋的爱恨情仇之下，被折磨得灰飞烟灭了。在阿音落寞之际，凤隐正式回归。跟阿音的性子不同，凤隐属于冷静且睿智的女强人，就连说话的声音也是满满的御姐范。而这一生带着1000年记忆的她，再也没有阿音那般单纯的性子了。至于跟古晋的虐恋，凤隐也不在乎了，就像是一阵过往云烟，只要她不在乎，古晋就伤害不到自己半分。要知道，仙界任何一个人想要升为半神的话，都要经历无数次的雷劫。可奇怪的是，凤隐从一出生竟然就是半神的尊位，连凤凰都很好奇，为何凤隐会如此优秀？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怎么就轻易达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位置呢？其实凤隐之所以一出生就是半神，还多亏了一个人的功劳。记得阿音最后一次在幽冥界历劫的时候，幽冥王就警告过他千万别冲动，因为他的魂力太弱了，但凡没有个好的命数，必然会烟消云散的。古晋的及时赶到，本想带着阿音回到天宫去养着，可阿音愣是拒绝了这份请求。一直以来，他的命运都是被安排好的，这次无论生死，他都想自己做一回主。眼看着阿音的魂力一点点凋落，古晋只能耗费自己的神力去拯救，奈何阿音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际，就算拥有再多的神力也无力回天了。古晋因为救人心切，愣是逼出了体内的一分神元，将阿音的魂力紧紧护住，可终究也是于事无补罢了。阿音再次如一场烟花，在古晋的见证下消失了。所以说，阿音在逝世之前，古晋已经将他身上的一分神力渡给了他。虽说没能把阿音救回来，但对于凤隐回归却是一件好事。有了这份神力，即便凤隐最后一丝仙元有多薄弱，都能重回主人的身旁，甚至还会以半神的身份降世。当然，除了古晋之外，凤隐这消失的1000年里，也经历了不少的劫难。对于仙君来说，晋升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一种是在人间历练，而另一种就是自行修炼，直到挺过雷劫为止。仔细算算凤隐的经历，单靠一分仙元，就在人间遭受了1000年的劫难，而且每一次都活不过16岁，这也就罢了。在他成为阿音之际，也曾遭遇过不少的雷劫。凭借这些经历，别说半神了，就是出生后直接是上神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凤隐告诉凤渊，自己最后一抹仙元一直在幽冥界转世历劫1000年，因此每一世的记忆都记得。而阿音其实也是凤隐附着在水凝兽身上经历的一次劫难，所以到最后，凤隐也有阿音的记忆。但其实这里凤隐撒谎了，他真正历的劫是情劫也是死劫，所以仙界女君阿音爱而不得，被心爱之人劈死。幽君阿音历劫1000年，都被身边的人害死，每次都是英年早伤，和水凝兽阿音一样。所以修岩收集到的仙元碎片，被缘起魂印包裹着的，其实已经是凤眼了。那是凤隐散落在阿音身上的仙元，被元神剑劈散的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所以1000年来，不管多好的命格，阿音都无法滋养魂力，最后一点点消散，直到最后一次彻底消散后，才能换来涅槃重生。水凝兽没有这种能力，只有凤凰才有。所以凤隐看似只经历了一场情劫，实则在1000年来，每一生10几载的轮回中，他经历了各种苦难，因此跟单纯修炼的仙君比起来，是不需要历雷劫淬炼的。所以凤隐会说，也许早已历过劫了呢。